大家好，我是 Jerry。从我使用 XS20 到现在已经整整1年。这段期间，我带着 XS20 去了2次日本和很多次的旅行，用这台相机拍摄了非常多喜欢的画面。我一开始选择购入 XS20 的目的是为了给 A74 当做备机，除了可以拥有非常好看的直出色彩之外，也可以用来录制一些 YouTube 的影片素材。不过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这台相机不管是操控还是性能都非常深得我心，以至于现在 XS20 成为了我出门必备的随身相机，偶尔也会使用它来拍摄一些人像的写真。所以这部影片我想跟大家聊聊我在使用 XS20 1年后的心得，以及 XS20 上一些实用的功能，并且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参数设定。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部影片吧。那说到富士相机，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都是复古的外形设计吧，但很遗憾，这和 XS 系列的相机完全沾不上边。回想当初第一次看到 XS10 的时候，还心想，这真的是富士做出来的相机吗？不过牺牲了外形设计，换到了良好的握持以及操控体验。XS20 在换上了与旗舰同款的电池后，续航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之前一次高强度的人像拍摄里，我使用 XS20 拍摄了将近900张照片。回到家后，电池还剩下22%的电量，可见续航表现提升之大。那也因为换上了更大颗的电池，手把相较上一代突出了许多，更有利于长时间握持使用。XS20 上的按键和上一代的 XS10 完全一样，机身上有前后波轮，并且多出了一个监听接口。使用机顶的 ISO 和 Q 键可以快速的调整相机参数以及设定。按键的部分变得更突出好按，转动机身左侧的旋钮可以快速选择软片模拟。另外，萤幕显示非常高清且色彩准确，触控反应灵敏，就像是在使用手机一样，可以让使用者能以最直觉的方式来浏览拍摄的照片。机身上还自带了一个机顶的闪光灯，不像使用其他富士机型时还需要再另外装上。使用 XS20 的时候，只需要轻轻拨动闪光灯开关，折叠在观景窗上的闪光灯就会自动弹出。我特别喜欢在阴天或是夜晚时，使用相机自带的闪光灯来给照片增添一些风格。再来，我们来说说 XS20 的画质表现。XS20 使用的是和上一代 XS10 一样的2610万像素第4代传感器。以我的使用需求来说，2600万像素已经是非常够用，稍微裁切后的画质细节依然非常清楚。当然，画质的好坏和镜头占比较大的关系。我目前手上一共有3颗富士的原厂镜头，分别是 XF18135 的旅游镜、XF23毫米 f2 以及 XC35毫米 f2。我也会透过转接环来转接一些微距以及超长焦的镜头使用。我也拍摄一些使用 XS20 以及 A74 拍摄的对比样片，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画质表现。这次 XS20 还新增了软片模拟怀旧负片，这款软片模拟的颜色整体偏暖色且彩度较高，我有一种在看发黄旧照片的感觉。我个人觉得非常适合用来拍摄一些台湾的老街。另外，在6月时，富士也把 Realize 开放给 XS20 的用户更新，在这边先感谢富士爸爸了。我感觉 Realize 的颜色表现和 Provia 很像，都可以很忠实的还原出当下所看见的色彩。不过 Provia 的明暗过渡更为平滑， Realize 的对比则更为强烈。我使用软片模拟包围分别拍摄 Provia、Realize 以及怀旧负片，大家可以看看这3款软片模拟的表现和区别。这次在 XS20 上也搭载了全新的 Vlog 以及 Auto 模式，我就先从 Vlog 模式说起吧。Vlog 模式是专为拍摄 Vlog 而独立出来的新模式，在荧幕的右下角的快速菜单有很多针对 Vlog 时用到的调整，像是自拍定时、脸部以及眼部侦测，以及新增机身防抖开关和背景散焦模式。其中我觉得产品优先模式是比较实用的功能，在这个模式下，相机会优先对焦在距离镜头最近的物体上，对于一些常拍摄美妆或是美食的人来说非常实用，
也因为 Vlog 模式在转盘上的位置正好在录影模式的旁边，所以我通常会习惯把 Vlog 模式当成是一个多出来的录影自定义模式。想拍一些影片素材时，就直接使用一般的模式录制 F-Vlog， 而当想要拿来自拍一些不需要调色的片段时，就直接使用 Vlog 模式，这样就可以不用一直清菜单调整。再来是我比较常使用的 Auto 模式，在 Auto 模式下，相机能够自动识别拍摄场景，像是可以自动切换到近拍模式，转动前波轮可以选择不同的拍摄场景。此外，相机也会自动识别被摄物体的种类，可以看到识别的速度非常快，而且非常准确。如果是有选择障碍的人，也可以让相机根据使用场景来决定使用的软片模拟。这时，我们只需要好好享受按快门的当下，最多就是转动后波轮来调整曝光补偿，剩下就全部交给相机来决定了。我个人觉得这两个功能大大降低了新手使用这台相机的门槛。在使用以往的机型时，我都需要因应不同的拍摄环境来手动调整机身参数，或是切换对焦的模式。不过随着这两个新功能的加入，让新手可以不用为了调整参数而烦恼，也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如何使用相机。那对于其他摄影老手来说，也可以让他们更加专注在拍摄的构图上。这次在 X-H20 的机身上搭载了 AI 物件自动检测功能，在拍照和录影模式下可以自动识别鸟类、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飞机以及火车。这里我拿我最常拍摄的人像和火车来举例。以往的富士机型虽然也有搭载人眼对焦，但是非常容易丢失焦点。不过这次X-H20上搭载人物对焦非常准确，甚至在人物转过身看不到脸时，依然能够成功识别。也因为换上了第5代的影像处理器，相机在连拍以及对焦时的反应速度都获得了很大的提升，这也大大的提升抓拍照片时的成功率。再来是火车对焦的识别是非常准确，可以看到相机在火车距离还很远时就已经识别到，而且焦点也是牢牢的锁在车头上。对于我这种偶尔喜欢去拍一些火车的人来说，只需要把相机架上，等火车经过时再按下录影键，就可以空下双手同时拍一些照片了。X-H20在这样轻巧的机身下，仍然有着 4K 60帧的录影规格，不过在拍摄时会有 1.18 倍的裁切。另外 X-H20还多出了 6.2K 30帧的片门全开拍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使用了相机的整个传感器，画面比会来到3:2，不过因为使用了整个传感器的缘故，所以无法开启裁切的数字防抖。但最重要的是，在 4K 和 6K 的记录格式下，都有10:4:22的拍摄规格，并且支持 F-Log 以及 F-Log2 的拍摄，还提供了非常多种码率选择。录影参数是我觉得在 X-H20上除了对焦进步最大的地方了。在轻便小巧的机身上就拥有 4K 60帧的录影规格，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轻重的旅行或是日常记录中，我可以用它来取代 A74。有着同样的拍摄规格，重量和体积却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虽然两台机身在拍摄 4K 60帧时都会有裁切，
不过我还是觉得 X-20的 1.18 倍比 A74 的 1.5 倍要好上很多。而且就算不拿来拍摄 Log， 使用机内自带的软片模拟录制，也可以省去很多调色的时间，制作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要说最大的缺点的话，大概就是录影时果冻效应还蛮严重的。再来说说防抖，我当初会选择从 X-14换成 X-14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防抖。如果只是平时拍这些照片的话， X-14已经能够满足我的使用需求。不过我最近开始接触影片制作，需要拍摄大量的影片素材，但又不想随身携带稳定器，所以机身防抖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在法国用 X-14录制的一些片段，没有机身防抖对于拍摄影片时的影响。而这一次在 X-20上搭载7级防手震，对于拍摄一些小范围移动的影片素材来说非常实用，并且防抖对于拍摄照片的提升也是非常巨大。在一些不能使用脚架的地方拍摄夜景时，可以把快门速度降得更低，维持低 ISO 来提升画面的纯净度。之前我在森美术馆使用 X-20拍摄夜晚的东京铁塔，当时因为恐高的关系，整个手都在抖。不过得益于机内强大的防手震，在50毫米左右的焦段，手持10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画面依然能够保持清晰不模糊。X-20拥有最高8秒的机械快门，以及最高30张每秒的电子快门。在使用以往的富士机型时，我并不是很喜欢使用连拍的功能，因为相机总是在连拍了几张过后就丢失焦点。不过这次因为对焦系统和处理器的提升，在连拍时相机依然能够精准地锁住对焦点，大幅提升了连拍的成功率。所以我现在蛮喜欢带着 X-20去动物园拍一些鸟类，使用20张每秒的连拍，再加上精准的鸟类识别对焦，就连我这种飞鱼新手都可以拍出还不错的照片。再来，我们来看看 X-20的高感表现。这里我拍摄了各个档位的 ISO 照片进行对比。就我自己而言，我本来就习惯在照片上加上一些颗粒效果，所以高感光度产生的噪点对我来说并不是影响很大。可以看到，在 ISO 3220画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噪点，并且随着 ISO 继续往上升，画面的锐度开始明显下降，到 ISO 25060基本处于不可用的状态了。而录影模式也是如此，大约在 ISO 372以上，噪点就会开始随着感光度升高而变得越来越多。收音的部分，我平时都是外接森海塞尔的 MK1200 来进行收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比对看看使用机内自带的麦克风以及外接麦克风之间的区别。Hello， 大家好，我是 Jerry。我现在在一个室内的环境，然后使用的是相机自带的收音麦克风。不知道大家觉得收音效果如何呢？然后我刚刚把森海塞尔的机顶麦克风给装上去了，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再来听听看收音有没有区别。然后现在在一个室外的环境，使用的是相机自带的收音麦克风，大家可以听听看收音效果如何。然后我现在在一个室外的环境，使用的是森海塞尔的外接麦克风，大家可以听听看收音效果如何呢？再来，我们来看看 X-20的过热表现。在室温28度左右的温度下，我使用 4K 60帧连续拍摄，可以看到在拍摄大约11分钟后，相机跳出了温度升高的警示。接着大约12分半时，警示的图标由黄色变成了红色。在继续拍摄的约6分半钟后，相机在第19分钟时关机。接着我又把相机重新开机，接着录了2次，2次的结果都是约在3分半时显示了温度升高的警示，并在8分半左右的时候过热关机。虽然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人会拍摄这么长时间的 4K 60帧，但还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另外，我也把 X-20放在正中午的太阳下拍摄了半个多小时的缩时。那天的温度是31度，人光是站在太阳下都快化了。我设定好相机后就躲到旁边的阴影处，我还很担心 X-20会不会原地爆炸，一度犹豫是不是应该帮它撑个伞。不过好险相机最后是停下来了。在我使用 X-20这1年的时间里，也只有在拍摄时看过一次相机温度升高的警示，
就是之前的其中一部 YouTube 影片《夜拍无人火车站》那一集。可能也是那时候正好是屏东的夏日夜晚，当天的天气非常闷热。在相机跳出温度上升的警告时，我让相机冷却大约5分钟，一直到接下来拍摄结束就没有再显示过过热提醒了。那看过我之前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有多喜欢 Provia 这个软片模拟。这个软片模拟是基于富士在底片时代生产的 Provia 反转片。富士官方对它的描述是适合各种拍摄对象，并还原出中性的色彩。虽然这个软片模拟从富士的第一代机身上就有了，但不论我从 X-T1、X-E3、X-E4 一直到现在换成 X-20，Provia 都是我最喜欢且最常使用的软片模拟。它能很忠实的还原我所看见的景色，画面的颜色过渡也非常柔和，就算是在比较杂乱的环境下拍照，拍出来的照片颜色依然非常干净。直白点的说呢，就是非常出片。并且我习惯在白天使用 Provia 时增加 0.3 到 0.6 档的曝光补偿。我自己觉得这样可以让画面看起来更通透。虽然在拍摄办案快门的当下，高光的地方会直接死白，看不到细节，给你一种照片过曝了的感觉。但因为我把动态范围设在 DR400， 所以高光并不会完全过曝。拍出来后浏览照片，可以看见天空云朵的细节依然都还在。要注意的是，在 DR400 的动态范围下，对地的 ISO 会被限制在640，但因为 X-20 的最高快门速度只有4000分之一秒。因此，在晴天想搭配大光圈镜头拍摄的话，建议可以使用电子快门来进一步提高快门速度。相反的，如果是在阴天，或者我想特别突出我的拍摄主体时，我会把曝光补偿降低 0.3 到 0.6 档，透过把画面拍得暗一些，可以更好的呈现出阴天的氛围，更好的让视线聚焦在主题上。除了 Provia 之外，我第二常使用的软片模拟就是经典负片。我自己习惯在阴天或是夜晚时搭配闪光灯来使用经典负片。又或是搭配自制的即可拍镜头。我相信这款软片模拟应该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吧？这款软片模拟的颜色之好看，我甚至希望我使用其他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也都能拥有经典负片的颜色效果。所以我搜集了很多素材进行仿色，还出了一部模拟经典负片的调色教学。那上述2款软片模拟所使用的基因的参数设定是这样，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截图。那总结来说，虽然 X-20 大部分的性能已经可以媲美一些全片幅的水桶机型，但它毕竟不是一台为专业用户所设计的相机，没有像是 X-T 和 X-H 系列的双卡槽以及防尘防水的设计。就我使用了1年的经历，如果真的要从中挑刺的话，我想大概就是没有前面提到的双卡槽设计，可能会给存储方面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说不能分开储存 RAW 以及 JPEG， 没办法在拍摄时有双重保障等等。还有就是缩时拍摄时只有间隔拍摄模式，没办法在机内生成缩时影片。在片中看到的缩时素材都是用一张一张的照片制作而成，这除了会增加档案的存储压力，也会增加很多后期的流程。我还是希望富士可以给个像是 Sony 的 SNQ 模式，可以直接生成一段缩时影片，并且把选择权交给用户。如果需要拍摄严谨的星空缩时，可以选择拍摄 RAW 格式的间隔拍摄。而如果只是平时随手记录的话，则可以使用机内直接生成影片的缩时，这样就可以节省掉很多后期的时间和减轻档案储存的负担。对于我来说 ，X-20 就是一台用来记录日常以及旅行的随身相机。虽然还是有一些缺点，但它足够轻便，在获得好看的软片模拟风格的同时，也有非常出色的对焦和影片拍摄能力。我也是在前阵子和其他摄影朋友聊天时才惊觉，我在这1年间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使用 X-20 拍摄的，几乎没带 A74 出门几次过，就算带出门也只是背出去再背回家，真正拿出来使用的次数少之又少。我想我已经下意识的开始依赖富士轻便的机身和指出好看的软片模拟了吧。那说了这么多，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耐心收看。如果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帮这部影片点一颗爱心以示鼓励，也欢迎订阅我的 YouTube， 并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更多人知道。那我是 Jerry， 我们就下次再见吧。